办公室惊魂。小莫呢，是广告公司的一名员工。由于这平时工作挺积极的，又非常刻苦努力，再加上与同事关系相处融洽，只用了3年时间，他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职员提升到了主管了。即便是升了主管，小莫对待工作没有丝毫的懈怠，每天他都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一丝不苟的一项一项的逐步完成。这天晚上，小莫在家吃完饭，就接到经理的电话，说是一位广告商对他们提供的模板不满意，必须做出整改，客户催得又紧。经理要求明天必须做出相应的模板来，这下又要加班了。小莫今晚必须把手头的工作给完成了。莫姐啊，又加班呢，这么拼，难怪大家都叫你拼命三郎呢。同在一个广告公司的同事刚出了写字楼，刚好碰见了匆匆往回赶的小莫。没办法呀，时间紧，任务重，领导又有指示，不拼怎么能行啊？小莫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那你继续慢慢拼，加油干哟！我也是刚把今天的任务做完，就不陪你了啊！再见。再见。小莫刚要去坐电梯的时候，本来要离开的同事呢，突然转身说道：莫姐，今晚你做完工作的时候，最好把门锁好啊！刚刚我听看管写字楼的保安大叔说，最近写字楼里不怎么太平，已经有几家公司连番失窃了，你多注意一下啊！小莫听后有些惊讶地说道：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同事笑了笑说道：我也是听保安大叔说的，也许保安大叔也是道听途说吧，不过我感觉不会空穴来风的，你最好啊多加注意，以防止万一嘛啊！我走了啊。与同事道别之后呢，小莫匆匆的进了办公室。为了安全起见，小莫还是把门给反锁上了，只有这样小莫才会更加放心的工作。时间过得真快，当小莫终于把手头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才发现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小莫伸了一下懒腰，重重的打了一个哈欠。也就在此时，小莫忽然觉得后脖梗子一凉，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喘气。谁？小莫几乎下意识的猛然转过头去，几乎在他转过去的同一时间，灯光也跟着熄灭了。办公室内一片漆黑，小莫被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吓了一跳。是谁？谁在那里？小莫突然想到了同事刚刚与他说过的失窃案，莫名的感到了一丝不安。虽然他看不见，但始终觉得就在他前方有一个人在那里。他甚至以为刚刚那人把灯给关了。然而没有人回答他，小莫感到有些疑惑，刚刚自己明明感觉有人在背后的呀，难道自己产生了错觉？既然没有人，小莫也只能这么想了。过了一会儿，小莫的眼睛总算适应了黑漆漆的夜色，于是他摸索着想去开灯。他缓步走着，砰的一下，他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小莫啊的一声吓了一跳，等他看到碰到的东西的时候，心下一松。原来他的面前是一把转椅，
不知道是谁走得这么匆忙，没有把椅子归位，就这么随便地摆在了过道中央。把转椅回归原位，小莫继续摸索着往前走，终于摸到了开关。吧嗒，开关的声音响起，但是这灯呢，却没有亮起来。小莫又反复试了几次，灯依旧没亮。什么呀？不会这么悲催吧？该不会停电了吧？小莫大呼倒霉。这无巧不巧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小莫突然想尿尿了。好在厕所就在他的右手边，不用再去摸索。小莫转动着门把手，想把门打开，可是他却惊异地发现，门竟然打不开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啊？难道厕所里面有人将锁给反锁了吗？公司洗手间的门一向是不配钥匙的，这是为了防止正在上厕所的人突然被袭击的。里面有人吗？小莫随口叫了一下，可是呢，没人应答。有人吗？你上完厕所了吗？麻烦你快点，我尿急。还是没人应声。小莫无奈地摇了摇头，想要离开。就在这时，哗啦啦啦啦啦，冲水的声音。真的有人。小莫停下了脚步，等待那人从洗手间里走出来。但是在冲水的声音响过之后，并没有人从洗手间里走出来。莫名的刚刚的那丝不安在小莫的心头重新升起来。虽然有一丝紧张不安，但小莫还是深吸一口气，将耳朵紧紧贴在门上。然而洗手间里寂静无比，听不到任何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小莫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一凉，像是什么液体从脚底下流过。是水吗？小莫蹲下来仔细看去，这液体像是红红的，看上去有些粘稠，伴随着一股腥味儿。天哪，这不是血吗？小莫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跳了起来，慌不择路的跑到了公司门口。慌慌张张的掏出钥匙，他颤抖着双手想要打开门锁，却怎么也打不开。谁在那里？一阵亮光闪过，质问声传来。原本就处在高度紧张的小莫被这声音给吓了一大跳。但是当他清楚看到来人的时候，心下不由松了一口气了。因为来人正是写字楼里的保安，正拿着手电筒巡逻，刚好经过这里。这个时候小莫就不那么紧张了，打开门冲了出去。那洗手间有血流出来，那里好像有人。小莫躲在保安的身后，颤抖地说道：血？哪里有啊？保安随手打开灯，疑惑地看着洗手间的门口说道。躲在保安身后的小莫偷偷探出头，这洗手间的门口的确已经没有了血液。看着通亮的办公室，小莫心想，看来刚刚的确是停电了。可是洗手间里有人呢。小莫还是有些紧张。怎么会呢？我一直守在门口，除了你就没看到有人进来。说着呢，他就把洗手间的门给打开了。你看哪里有人吗？保安呢拍了拍在他背后的小莫说道。这个时候小莫感觉到奇怪了，自己刚刚明明怎么也打不开门的呀，可是现在这保安竟然随手打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小莫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推了他一把，
把他推到了洗手间。推他那人正是那保安。你要干什么？小莫一脸惊慌地看着他。那保安没有回答，只是冲着小莫斜斜的一笑，然后把那门给随手关上了。小莫呢，连忙上前想去把锁给打开，他却发现上面光秃秃的，连个门把手都没有。他想要把门推开，但是他无论怎么用力，那门竟然是纹丝不动的。也就在此时，小莫突然感到脚底湿湿的，一股子腥味窜入鼻尖。小莫心下大惊，心脏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紧跟着他又感觉四周的墙壁突然涌出大量的鲜血来，源源不断的流出。此时的小莫已经被恐惧给占据了，他的双腿被粘稠的血液给凝固着，以至于无法移动。他的眼睛看着四周的血液越来越多，已经蔓延到膝盖，蔓延到腰间，蔓延到脖颈，眼看着就要把他给吞没。啊！小莫发出一声惊叫，猛地睁开双眼。此时他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原来啊，刚刚那只是一场梦，许是自己太累了，自己居然趴在桌子上给睡着了。小莫站起来，转动一下有些疼痛的脖梗子。就在这时，突然感觉脖子那儿凉了一下。小莫微微一愣神，猛地转过头去。就在这一刹那，灯光也随之熄灭了。消失的红皮鞋。小段是出租车公司的实习生，由于生活拮据，加上这段时间呢，自己还在实习期，没有工资，不得不搬到城边的老住宅区。相对下来，小段生活费便节省下来不少。老住宅区位于城边，小段每次下班回家都得打车，绕过长长的一段荒街，再步行几分钟才能到家里。很多年轻人已经搬离了老城区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老人。生活时间久了，不愿意搬离，也图个安静。小段住在3楼，每当回家的时候经过2楼，就会看到一双干净的女士红皮鞋。红色锃亮的红皮鞋上印着一朵淡白色的桃花，显得格外的艳丽。小段心想，在这老住宅里，好歹还有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说不定呢是和他一样生活拮据住到这里的。接连好几天，小段都在2楼看到不同的红皮鞋。看来这个女子很喜欢红色，估计是个干净爱美的大姑娘。这么久了，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个姑娘啊，心里没多想，也就下楼去上班了。这一天，小段下班挺晚的，心疼的掏出仅有的钱打了个车。回家的车上，小段和出租车师傅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这有时聊聊工作中的事儿，出租车师傅见小段是同道中人，更是聊得多了一些。当车子走过荒地的时候，车子在路中嘎嘣一声，小段顿时随着一个刹车往前倾，吓得他呀一个没回神。师傅则在一边说道：“没按刹车，怎么自己停了？你下车呢，去看一看什么情况。”见师傅没看出毛病，小段舒了一口气。这次呢，师傅倒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表情有些凝重，有一句没一句的答着小段的话。小段也没有说什么。这走了一段的时候，小段忽然看到远方左侧站着一个一身红衣、散着头发的女人，
在向他们招手。头发在风中飘散，小段没看清这女人的脸，于是小段让师傅停车，让女子上车。这大晚上的荒郊野岭，一个女孩子走夜路，很危险的。师傅没理小段的话，车子没停的意思，径直从女子面前疾驰而过。小段很郁闷，正抱怨师傅不近人情，师傅却骂他闭嘴。小段见师傅表情大变，自己呢则表示要下车，心想不再和出租师傅坐一个车了。僵持了一会儿，车走了一段路，小段还是于心不忍，朝后视镜一看，看到女子有点若隐若现，面朝他们的方向，头发下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女子的脸色白得发亮，被风吹过，女子脚下露出一双红色皮鞋。小段看得很迷离，这双鞋好像在哪儿见过呀。随着师傅一声大喊，小段这才回过神来，刚才自己看到了什么？昏昏沉沉的一阵眩晕，师傅给小段了一瓶矿泉水，喝下去后全身一阵凉意，小段这才清醒起来。师傅见小段清醒后，才对小段说道：千万不要往后看，否则咱们俩……话没说完，小段似乎听明白了师傅的话，没敢再往后看了。这短短的一段路，两人走了很久都没到。很久之后，还是在原地行驶，莫非两人遇到了鬼打墙？两人没有多说话，一个劲儿的任由车往前行驶。小段呢，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邪门的事儿，一个劲儿的保持镇定，手不停的抹掉脸上的汗水。只听师傅说：咱们就拖延时间，等天一亮，一切就会好了。天亮后，他也不敢作祟了。小段看到师傅振振有词，心里安稳了许多。就这样，小段听着师傅的话，一直没敢往后看。车子走着走着，直到凌晨5点钟，若隐若现听到了远处打鸣声。出租车师傅啊，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才慢慢的看清前面的老住宅。师傅让小段下了车，小段知道事情过去了，急忙和师傅道谢，掏钱付账，师傅没收。师傅对小段说，就当这次共患难，就没有收小段的钱，开着车呀就走了。小段顾不得那么多，回到住宅后，一个劲儿的往家里奔。当路过2楼的时候，小段隐约闻到一股味道，这似乎是农村一些风俗给不在人世的人烧纸和香的味道。小段却发现少了那一双红皮鞋，心里越发感觉发麻了，头也不回地跑回自己的屋里。回家后，小段的心还是没有平静，赶紧进浴室洗掉了全身的晦气。这第2天，小段没上班。小段觉得2楼的红皮鞋总是给他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想要弄清楚一些事情。小段下了楼，见1楼浇花的大爷，小段迎过去问道：大爷，咱们住宅都有人住吗？大爷见小段挺有礼貌的，就笑着回答：有的有住，有的觉得这里太荒凉，搬走喽。小段故意问道：大爷，咱们2楼有人住没？我的3楼阳台总是漏水，要是2楼没人住的话。话没说完，就看到大爷这脸色顿时就变了，
神情有些慌张，拉过小段对他说：“小伙子，2楼8天前死了一个女孩，听说很漂亮，结婚当天因为一些意外才身亡的，太可惜了。”小段当时很惊讶，急忙问他是不是穿了一双红皮鞋。你怎么知道？大爷很纳闷，他走后家人把他所有的衣服都带走，其中很多都是红皮鞋。小段回想起昨天不是第7天吗？民间都说这人死后第7天鬼魂会回去的，在曾经住过的地方走上一圈。最近几天看到的红皮鞋和遇到的那个女人，小段越想越害怕了。小段给女孩烧了香火，烧了纸钱，嘴里念叨着一些学来的佛经，念叨整整7天。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那双红皮鞋了。1个月后，2楼住进了新人，一切又恢复了安静了。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的消失的红皮鞋。香水。林婉来了。秋荷有些羡慕地看着在场外缓缓走来的人。哎呀，好香啊！随着林婉的走近，一股奇异的香气传来，秋荷陶醉地闭上眼睛。一旁的静安默默地看着走过来的林婉。林婉穿着一件银白色的长摆拖裙，面容精致如花，堪比花还要灿烂几分。全场的男士都盯着林婉，静安默默地长出一口气，没有说话。婉婉，你今晚真漂亮。向阳走了过去，向林婉伸出手，我们跳一支舞吧。不好意思，向阳，我不能和你跳。林婉微微一笑，眼睛不着痕迹的看向了一个角落的静安。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向阳一直盯着林婉的眼睛，自然知道他顾忌什么，心中不由得有些埋怨静安了。这个时候需要他来凑什么热闹？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灰姑娘。和我跳一支吧。向阳再次邀请。好吧。林婉状似无意的叹了一口气，牵起向阳的手。静安，和我去那边。秋荷担心道。静安摇了摇头。就在这儿吧。他坐在沙发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要求静和陪他喝酒，一杯又一杯，一瓶又一瓶。酒壮人胆，秋荷说话也放开了。你说林婉到底用的什么香水呀？那么香，越用越迷人。以前她长得没你好看，自从有了香水，她倒是一天比一天漂亮了。呵呵。静安淡淡的一笑，喝了这么多酒，还是没怎么醉。回家躺床上，静安不由得落下眼泪来。向阳以前是她的男朋友，是他说要钟情她一生的，这才多久就变卦了。不过香水，林婉到底用的什么香水？静安想起秋荷的话，莫非不是他用的香水有魔力吗？饶是再怎么不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喝了酒被极度冲昏头脑的静安也开始相信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去他的房间看看，去他的房间看看，去他的房间看看。这个念头一直在蛊惑着静安。现在才10点，林婉至少还有半个钟头才会回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林婉的房间找到香水的。忘了说了，林婉和静安是姐妹，同父异母的姐妹。林婉是静安继母带来的女儿。静安使劲地拧着门把手，拧不开。也对，这么重要的东西，林婉怎么会不防着他呢？他们俩的关系可一直都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呀。林婉从小就不让静安进她的房间，她只准继母进她的房间。对了，爸爸的房间应该有一把钥匙的。爸爸和继母出去玩了，这些天都不在，他们从来不锁门。静安顺利地潜入他们的房间，拿到了钥匙，林婉的房门果然被打开了。静安看着这间房子，不由得有些吃惊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装饰呢？红色的帘子，酒红色的墙壁，就连床也是暗红色的，太奇怪了。整个房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静安一分一秒也不想在这多待下去了。赶紧找香水，是什么牌子的，找到就走。嘿，找到了。香水摆在梳妆台上，还有好多支高档的口红和化妆品，这些他都没有。静安无由来的有些失望，埋怨爸爸偏心。静安呢，快速的背住了香水的名字，把门锁好，再把钥匙放回去。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明天呢，要去买这瓶香水，是不是也会越来越漂亮，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气了？怀着一个美好的猜测，静安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个牌子的香水。查来查去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根本没有这个牌子的香水呀。可是林婉的香水瓶子上明明写着这么一个名字呢。看来呀，只有跟踪林婉了。静安知道这种牌子的香水很可能没什么名声，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购买方式，只好出此下策了。一连跟踪林婉1个星期，静安在这天才有了收获。林婉这天下班后，匆匆地向某个地方赶去，而这个时候她身上隐隐开始散发着一种恶臭。刚开始静安以为只是周围腐败的垃圾，可周围都是绿化带，为什么仅仅林婉经过的时候才有这种味道呢？怎么会这样？明明早上林婉都是香气迷人出去的。司机，跟上前面那辆车。看林婉上了车，静安也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跟上对方。七拐八拐的，这才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小巷子。林婉提着包匆匆下了车，前面的的哥呢，刚好认识静安车上的的哥。哎呀，这女的身上什么味儿啊，就像尸体腐败的味道。前面的的哥抱怨道。尸体腐败，莫非这就是林婉香水的秘密吗？静安开始兴奋起来。等2辆车走后，静安赶紧贴着店面，店外的招牌上写着 BLOODY 几个字母。看来找对地方了，林婉就是在这儿买的香水。静安一时对未来憧憬美好不断。不好意思小姐，因为你已经1个星期没有提供货源，所以店里你的香水供应不足。年轻貌美的店长带着略带歉意的看着林婉。林婉有些沮丧。真的不能通融了，请再给我1瓶香水，我身上的味道快掩盖不住了，我等明天早上把我男朋友带过来给你们。林婉低下头恳求，完全没有平常一副高傲的样子，像斗败的公鸡。
我看店外有一个和你有关系的人呢。店主的眼睛突然看向了静安，静安被他诡异的眼神盯得发慌，突然就晕了过去。你醒了，小姐。店主笑容可掬地看着静安，静安正要挣扎，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绑在了手术台上。透过玻璃，他看到林婉正在一脸麻木地站在他外面看着他。林婉，救我！静安呢，就算再傻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了。看店主手里的手术刀和地上残留的血迹就知道，这女人要杀他呀。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从犯。哼，晚了，林静安，谁让你跟踪我的，自作自受。呵呵。林婉对着静安冷冷地笑着。你们要干嘛？把我放了，否则我就报警了。静安挣扎着。报警？女店长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你看看你现在的能动吗？是啊。静安一下子安静下来，她的手脚已经被捆住了，凭她的力气自然挣脱不开。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店主的眼神变得柔软，静安情不自禁地入了迷。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姐一直比她漂亮，继父也对姐姐疼爱有加。女孩对姐姐产生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既嫉妒又仇恨。女孩开始用各种办法陷害姐姐，渐渐的，姐姐的父亲开始讨厌姐姐，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女孩。女孩还是不满足，因为姐姐还是一直比她漂亮，自己所喜欢的男生心有所属的人也是姐姐。女孩长期在憎恶下生活，心里变得扭曲，全身上下还散发着迷人的味道。可一瓶香水只能用1个星期，1个星期过了，身体就会发出腐烂的味道。如果没有继续使用香水，身体就会彻底腐烂掉。而香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女人的声音有着蛊惑，静安已经知道这女人讲的女孩就是她的妹妹林婉了。因为这是用尸油和人体的某种成分还有其他一些配料做的，而这种香水取材极其为难，因为是从人体上提取出来的，所以故事中的女孩需要每个星期提供一个和自己有点关系的人，并把那个人杀掉，制成香水。而这个心理扭曲的女孩已经把她的父母全部都提供过来了，现在她还要提供她漂亮的姐姐，未来她还要提供她帅气的男朋友。想想就很激动呢。不过能换到变漂亮和充满香味儿，想想也值了。女人疯狂地笑着，拿着手术刀开始从静安的腋窝部剥皮。静安只感觉全身麻木。我们的香水可是独一无二的哟，不仅用了会很香，而且还会变漂亮。店主在门口派发传单，而且免费试用1个星期，绝对会有人来买的哟。店主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周围的人被他的话说动，不禁领了1瓶回去试用了。派发完传单，
店主回到关押过静安的手术室，向阳和林婉沾血的衣服被随意丢在墙角。这么狠心的人，我才不会让你们继续用我的香水呢。女人喃喃地说着。9条命，这就是你捡的那只快饿死的猫？好友盯着脚边正打呼噜的猫问。他呢，不情愿地点了点头。那的确不是一只讨人喜欢的猫，黑成煤炭一样的皮毛，凶恶的模样，令人看了生厌，对它毫无兴趣，有时呢，连猫食都懒得喂。但这猫有些通人性，仿佛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每天都会缠在他的脚边，冲他撒娇。不过他不耐烦地踢了几脚之后，猫就识趣地远离了他一些。据说猫有9条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友临走时这么说了一句。关上门之后，他看着猫，若有所思。猫真的有9条命？他鬼使神差般的走向了正在打呼噜的猫。猫听见他的脚步声，睁开眼睛，他看见主人向自己走过来，高兴的扑了上去。啊！该死的畜生！他的手不慎被猫抓出了3道血痕，他一把拎起猫尾巴，用力的将猫摔向了墙壁。伴随着猫的惨叫声，白瓷砖墙壁上溅出了血色的花。猫滑落下来，便一动不动了。他嫌弃的将它丢入了垃圾袋，丢了出去。第二天，他从睡梦中睁开眼，发现那只猫正蹲在床边，满眼依恋的看着他。他真有9条命。他吓得浑身哆嗦，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冲着猫大吼：“快滚出去！”猫仿佛疑惑的喵了一声，朝他走过来。他吓得尖叫一声，挥舞着菜刀就扑了上去。第3天，他战战兢兢的醒来，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床边，他和昨天一样，也蹲在那里。猫又回来了。他从恐惧到麻木，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如果猫有9条命，那自己只要杀它9次，就可以摆脱它了。猫最后一次回来时，对他充满了戒备，他依旧用亮晶晶的双眼注视着他，却不再吃他喂的东西，不再接受他的抚摸。他没办法，只能装作出门的样子，让猫跟上来。他绷紧神经走路，那只外表凶恶的猫像影子一样跟在他的身后。路过一处十字路口时，猫突然凄厉的大叫起来，然后扑上来咬住他的小腿。这时一辆货车猛地从拐角处冲了出来，碾过他之前准备踏上的地方，狠狠地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他僵硬地低下头，猫蹲在他身后不远，静静地看着他。他猛地想起自己曾经听人说过，猫也会报恩的。巨大的愧疚涌上心头，他想起自己亲手杀了8次的他，不禁红了眼眶。当夜，他自责地抱着他入睡了，决定好好珍惜他的最后一命。他呢，逐渐进入了梦乡。然而这一次，他是被剧痛唤醒的。他睁开双眼，惊恐而茫然地摸到自己脖子上被利齿咬出的巨大血洞。夜色朦胧中，猫依旧蹲在床边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他忽然明白，自己错了。
他不该把他带回来。他既然报完了恩，那剩下的就该是报仇了。回魂夜，我来讲一则曾经遇上的怪事儿。那是我还是个10几岁少女的时候，一次暑假回乡下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儿。现在想想还是细思极恐。外婆家的一个表弟从小呢就体弱多病，由于那时候还是农村，这药比较贵，所以呢就买的比较少，所以这病啊长期不好，具体什么病也不知道，只听长辈们说，而且呢经常大白天都关在屋子里咳嗽，不出门，不见阳光。这家里会定期请道士来做法，给他烧了符咒水喝，也还是不见好转。我呢这1年就回1、2次老家，外婆呢对我很好，但是强调一点，说因为我是女生，表弟生病不能离他的房子很近。我就很好奇表弟到底什么病，并且很久了我都不记得这表弟长得什么样子了。想到表弟晚上的房间里经常会打着一盏很暗黄的灯，于是呢在这一天晚上我采取了行动，一定要看看表弟到底在房间里做什么。表弟的房间在3楼，夜晚12点后，我穿着睡裙，打着手机照着，从2楼小心翼翼的走到楼顶阳台，用自拍杆抓着手机，开启录像模式，一下一下的把杆子往表弟房间的窗户靠近。突然这手一抖，不小心把手机撞到了窗户的铁框上。我心想声音很小，应该没事儿，于是呢赶紧把杆子收了回来。正当我拿回手机关闭摄像头的时候，我此刻看到手机摄像对着的阳台门口有一个苍白着脸色，眼圈很深的人蹲在角落看着我。我吓得把摄像头关了，赶紧打开照明，发现并没有什么。我当时惊的是一身冷汗呢，刚才那张脸我从来没有见过，和表弟很像，但不会那么惨白。说到这儿呢，我就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刚才阳台的录的表弟房间的视频。谁知道接下来看到的更让人觉得恐怖了。视频里表弟坐在床上，12点多了，为什么还坐着不睡觉呢？当时我看到床边的角落那里趴一个影子，我看不清，但是很像是人影，黑色的。紧接着因为我的手机碰到了铁框，视频闪了一下，那个影子一下子就不见了。而表弟还只是个7、8岁的孩子，我就担心他房间有什么坏人，于是叫了舅舅说他房间有人蹲着。然后舅舅拿上家伙去开了表弟的门，我也趁这个机会站在门外好好的看了看表弟的房间。表弟是背光面，由于灯光很暗，只能依稀辨别身影，看不清脸。舅舅找了好大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就叫我呢大晚上别瞎晃，回房间睡觉去。我明明看得一清二楚，便再次打开手机看视频，发现刚才视频里看到的影子已经不见了，只有自己手机撞的那一下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心想，也许自己看错了。可是呢，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我昏昏欲睡的几个小时后，有一通电话吵醒了我，显示是未接电话。可是呢，根本就打不回去。此时我听到一阵很弱很弱的敲门声。是谁？姐姐，
是我。门外一阵虚弱的声音，我缓缓打开了门，是表弟。那稚嫩的脸蛋上全是汗。嘘，快进来，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呀？我睡不着，而且一直有什么缠着我。表弟呀，用那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抱着我的腰就哭了起来。小声点，外婆说你生病，我不能跟你走得太近，可是我很好奇你生了什么病，你能跟姐姐说一下吗？我每天白天都要睡到很晚再起来，他们不让我出门，我只觉得很乏力，浑身酸痛，晚上很冷很害怕，好像有什么东西看着我，在我睡觉的时候总是做噩梦，一醒来就是浑身淤青和伤。他说着便撸起了袖子给我看他手臂上的伤痕，那就像是被人抓了一样。我看的呀有点瘆得慌，便跟他说呀，在我房间坐着，我去楼下拿些跌打药过来。就在我准备下楼之际，我又上了3楼。我看着表弟忘关了自己的房间门，我把那房间门那边关了起来。就在我关了的时候，我感觉身后刮来一阵凉风，感觉像什么人站在自己的身后。我定了定神，缓缓地转过身，半睁眼睛的径直下楼了，硬着头皮拿到了跌打药。等我再次回到2楼的时候，我们那个楼梯是贴了木板的，我在2楼楼梯口听到3楼的小弹珠落到地板上的声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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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小珠子渐渐地滚到了我面前。我心想，表弟这才刚见面不久，不可能恶搞胡闹啊。于是我转过身看向了3楼的楼梯，这次我终于看清了，一个小孩坐在楼梯上，并拢着腿，但是太黑了，在窗外月亮的余光照射下，我很难分辨出来脸。我喊了，并没有回声。当我转过身要回房间，不知什么时候，表弟开了门。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的方向，瞪着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也慌了起来，脸色开始发白了。我拉着表弟关上门，我大声喊着，想让这人上来，没有人回应，感觉呢就像被隔离了一样。我开始害怕了，问着表弟：“表弟，外面那个是什么呀？”“那个就是我呀。”说着就转过头来看着我。我看到以后彻底崩溃了，是一张没有五官的黑窟窿，同时伸出了双手蒙住了我的眼。我惊得呀一下大叫起来，接着呀就从梦里醒过来了。醒来以后已经是汗流浃背，浑身湿透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外婆过来敲了敲我的门，问我怎么了。我把昨天晚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她说我只是做了个噩梦。可是啊，她告诉我更难以接受的消息。我于是在外婆的陪伴下打开了表弟的房间。门是锁了的，根本不可能打开。进去之后，我看到的居然是表弟的一张黑白相框和白蜡烛。原来表弟在不久前已经死了，请的道士来也只是做法。外婆家顾及我的感受，为了不让我害怕，故意叫我不要靠近那扇门。表弟死的时候，据说是误吞了玩具弹珠窒息而死的，死相惨白，唇色黑紫。可是我昨天晚上的经历，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睡的了。与表弟的认识和谈话
难道全是一场噩梦吗？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了爸爸，于是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最后让我最害怕的是外婆在我走的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月儿啊，你平时练舞蹈是不是跌打药不够用？那天你在1楼拿的跌打药你走时忘带了，在外面买也不方便，省得跑一趟买，给你放包里了。我听了呢，反应了半天，倒吸一口气，打开我的包，果然呢，真的有那瓶跌打药。望着外婆家的住宅，我开始感到丝丝的凉意，心里只是想赶紧离开吧。在回去的路上，我坐在火车上，再次打开手机，无意看到那天晚上录的视频居然还在。我再次点开视频看，那个坐在床上的人缓缓转过了头，诡异的笑了起来。鬼术怪谈。城郊，夜色沉沉，在一座建筑工地上，民工正睡得正香，突然7、8个蒙面人手持铁棍，凶神恶煞般的闯进了工棚。当时黄小泉还没睡着，听闻动静，刚睁开眼睛，就见2个家伙奔到他的面前，二话不说，兜头就打。黄小泉哪见过这般阵势啊，顿时吓得惊叫起来：谁？你们想干啥？救命啊！也就这一嗓子惊醒了棚内的工友，可那些蒙面人个个出手狠辣，专往人的要害处打。众人全都慌了神了，顾不上穿衣服，撒丫子就往工棚外面逃。黄小泉跑得慢了半步，被乱棍打中后脑勺，眼前一黑，晕厥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黄小泉总算醒了，一恢复意识，便听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工友们七嘴八舌的吵嚷着，说指使歹徒行凶打人的十有八九是开发商陈秃子。眼下工程即将收尾，陈秃子心黑呀，就使了这等下三滥的手段，把大家都打跑，省得支付拖欠已久数月的工钱。黄小泉，我们准备联名告状，你去不去？一个工友愤愤地说道。黄小泉却似没有听见，含泪喃喃道：我爹呢？我爹没了，我要去找我爹。实话实说，大家伙猜的没错，那些蒙面歹徒的确是开发商陈秃子的手下。去年头大腿短肚子滚圆的陈秃子拿到这块靠山临河的风水宝地之后呢，便建起了2栋住宅楼和一座带着花园的小别墅。见民工天天追着讨薪，烦不胜烦，就故意伎俩重施，打跑一批再雇一批，谁上告赖老四你看着办吧。赖老四呢，是陈秃子的得力帮手，好勇斗狠，曾因伤害罪蹲过监狱。昨晚抡棍子打晕黄小泉的就是这家伙。一转眼2个月过去了，话说这晚，一个性感女子走进新建成的花园小别墅，乐不可支地拨通了陈秃子的手机。那动静嗲的呀，能叫人掉一身鸡皮疙瘩。秃哥，我在新家呢，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马上，娇娇，等我呀。电话里陈秃子说：不等你还能等鬼呀？我去洗澡了啊。这女子呢，名叫林娇，至于她的身份不用明言，想必大伙儿也能猜出来个8、9不离10了。此次呢，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陈秃子在神魂颠倒之中，在房产证上写上他的名字。只要功夫深，做梦也成真。林娇心里想的正美，无意中一睁眼，顿时如触电般浑身一颤。水雾蒙蒙的瓷砖里，隐约折射出一张男人的脸，看得出来那是老头。脸膛黝黑，眼眶深陷，满脑门的核桃纹，他的嘴角还泛着一丝无比古怪的诡异的笑容。面对如此离奇可怖的情景，林娇差点就吓瘫了，哆哆嗦嗦的往浴室外跑。刚跨出门，就撞到一个人身上，是陈秃子。陈秃子回来，秃哥，鬼呀！瞎闹腾个啥？新房子好地段，我都找风水先生看过了，哪来的鬼呀？陈秃子呢，踢开浴室门迈了进去。林娇呢，则藏在他身后，惶惶的四望着。在那儿，在墙里。随着林娇的尖叫声响起，陈秃子也看到那笑容诡异的怪老头了。顷刻之间，害得头皮发麻。那怪老头的影子也愈来愈清晰了，死死盯着他和林娇，眼神阴冷的像极了刀子。不得不承认呢，房地产这碗饭不好吃，即使有钱也未必能混得明白。想当年入行，陈秃子没少碰壁栽跟头，后来他学乖了，与黑白两道的关系处理得越来越融洽，还拉拢了一帮诸如赖老四之流的地痞无赖镇场子。经多年打拼，陈秃子也变成了奸猾老辣的狠角色。正如此刻，对视半晌，陈秃子心一横，抄起了大瓶小瓶的洗浴用品猛砸过去。老东西，老子管你是人是鬼，老子砸死你！哐当之下，怪老头消失了。但很快，林娇又在卧室的墙壁里发现了他了。接下来，陈秃子犹如发了疯一般，奔进杂物间，抓起电镐，满屋子追着怪老头的影子跑，恶叨叨的开钻，誓言要钻他个体无完肤，肠穿肚烂。追着钻，钻着追，也就半个小时的光景，刚装修的富丽堂皇的房间便被破坏的千疮百孔，价值不菲的品牌橱柜、壁挂电视还有实木地板全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老东西，你给老子听着，老子打小就不信邪！陈秃子两眼血红，狂躁大骂：你要是有种，就给老子滚出来试试！他在门口。早吓得抖成一团的林娇颤着声喊道。陈秃子将电镐打开，开到最大马力，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呼的一下穿门而出。与此同时，门外响起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该死，是赖老四！门开的刹那，一瞅到腹部血流不止的赖老四，林娇便发出尖叫声：杀人啦！暗夜退隐，东方破晓，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呼城的大街小巷。头一个是开发商陈秃子涉嫌伤害罪被警方逮捕收押，遭他伤害的则是给他充当打手、鞍前马后、出力卖命的赖老四。赖老四的肠子被电镐弄断了好几节，所幸抢救及时，在鬼门关溜达一圈又回来了。而他半夜去找陈秃子，则是为了报喜领赏，老子又打跑了一批讨薪的民工。第二个，林娇精神错乱，
被送进了疯人院了。这不可思议的故事，是我去精神病院看望大夫的朋友，从他的病人临交惊惊乍乍、语无伦次的诉说中梳理出来的。对此，很多人都认为是疯话，事实也是如此。试图用姿色博取别墅的林娇的确是疯了。也是在那天，当我经过那座被周遭居民称作鬼树的别墅时，遇到了一个来自乡下的小伙子。小伙子说他叫黄小泉，这一片的楼房包括那座别墅是他和工友们盖的，老板没给钱，还下狠手打跑了他们。出事那夜，他带在身边的一只骨灰罐也没得好，被摔得粉碎，里面装的是他老爹的骨灰。他本想领到工钱就给老爹买块墓地的，好生安葬，哪料一顿乱捧，骨灰撒得到处都是，大风吹进了水泥沙子，还有可能被抹上了墙，最终一撮都没有收回来。说到这儿，黄小泉眼圈红了，面对着别墅，双膝一沉，跪了下去。爹，儿子不孝啊，没能照顾好你，今后也只能来这儿看看你了。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的鬼树怪谈。